你要记得，以后在宫里面正式的场合呢，前面不可留发，要全部竖起来啊。春儿知道了。夫人、公子，糊涂大人在外求见。啊，快请进来。鱼，父亲。哎，父亲您，虫儿，这就是外公。当年若没有外公拼死相救，便没有我们母子今日。春儿拜见外公。哎，公子，你为上，老臣担当不起呀。外公，您对虫儿的大恩，虫儿此生都难报，这大礼一定得拜。哎，来，快起来。来啊，母亲。外公，您这只手是不是当日为了保护虫儿而施的？虫儿啊，人这一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是顺是逆，是喜是悲，我们都要学会顺受，学会忘记。外公不希望你背着过去的枷锁。外公，胡伯说的没错，您真的是位了不起的人。有何了不起呀？当年为了顾全大局，没能保护好你们母子的安全，现在想起来，总感惭愧呀。父亲不必自责，万般皆命数，纵有千重的恨，现在我们母子能够团聚，就什么也不怨了。啊，哦，虫儿啊，你就要启程前往新田了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你们都想好了吗？要不是此事棘手，为父也不敢前来多嘴呀。虫儿此次是代表国君前去赈灾，去祭天，若是不能安抚民心，恐怕会有危险呐。外公的提醒，虫儿记下了，也请外公放心，虫儿知道此事的轻重。还请父亲设法保全虫儿。虫儿啊，这位是赵贤士，字子瑜。你若得到他的辅佐，此行定可顺当些呀。虫儿见过赵先生。不忙，子瑜先帮公子占上一卦，若吉，定当随行；若凶，咱们还得合计合计。不吉，这占与世皆凶，此行必当凶多吉少啊！这么凶险，我是不敢去了。我劝公子也还是不要去了。哎呀，就算不占卜呢，虫儿也知道此行凶险，但是虫儿依然要去。至于赵贤士呢，您就自便吧。公子此行明知是去送死，却还要去，难道是想博一个忠君仁孝的美名？美名？这人都死了，还要美名有何用啊？也就是你们这些文人雅士在乎这些。反正虫儿这次去新田，也是受了君父之命。这里面有孝义的成分，但也并非仅限于此。哦，愿闻其详。虫儿生长在草原，深知百姓的疾苦，若不是人活不下去了，谁会造反啊？可是官家动不动就说百姓爱闹事，
时不时就会派兵征讨。以重耳看来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。反正重耳此次就是要去平乱治灾，我要让百姓吃饱穿暖。由此说来，公子这次是代父祭天，并非单纯的尽孝，还存了惠民的心思。子瑜十分敬畏，只是卦象凶险，公子还需慎行啊。反正重耳对个人的吉凶是不在乎了，我必定会拼尽全力为百姓谋福利。好了，这件事你也不必再多说了，重耳告辞。外公，我先走了。且慢。身为公子的陪臣，从今日起，子瑜定当与公子共进退。那你刚才谋臣择主，就像女子嫁夫，当选一良人，所以子瑜刚才是有意示之。原来刚才赵贤士是在考我呀。那看来重耳今日是过关了。希望公子能言行如一。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其实公子大可不必亲自过来的，这相马选骑之事交给子瑜办就好了。我可没那么麻烦，我就选他了。这匹马怎么看也不出众啊，除了尿的比较多之外，再没有什么长处了。公子真的要选它？对啊，这马啊，若尿过前蹄一足远，便是万里中选一的良驹；若这腹下还有逆毛，更是难得一见的千里之驹啊！这是敌国选马之法吗？对啊，重耳公子好眼光，这匹正是屈地进贡的宝马。看怎么样？子瑜受教了，学着点。去看看。大哥先选好的马，何人敢夺爱？公子是长公子和三公子。重耳见过大哥。子瑜见过长公子和三公子。兄弟之间不必客套。听说你要去新田赈灾，原本想着为你设宴饯行的，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偶遇。多谢大哥的好意，我们即刻要赶赴新田，刻不容缓。我们已经选好了马，备齐干粮，马上就要出发。我们兄弟只有来日再相聚了。大哥本是一片好意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实在不该再夺人所爱。这匹马明明是大哥已经看中的，你懂不懂什么叫长幼有序啊？哎，你是谁啊？我？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夷吾，三公子。原来是三公子啊！这论齿排序，你应该喊我一声兄长吧？即便重耳有错，也应该由父兄来教训，轮不到你来训斥了。好了，自家兄弟不应该为这点小事相争。重耳去新田赈灾，这件事情肯定不能耽误。这匹马，你牵就是了。对了，老官，刚才你说这里的马尚未分配，任由我来挑选，对吗？啊，是小人说的。大哥，若是这马已经归属了大哥，那重耳自不敢去抢夺大哥所爱；若是这马没有选好，那重耳可不敢担此罪名啊。是，我还没选好。既如此，重耳就安心了。告辞。告辞。这都是我的呀，母亲，这也太多了，我去带1、2件就行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此番你去新田，虽然有官衙接待，但是那边的灾情严峻，恐怕会所备不周。所以呢，你的衣物、饮食，还有这些相关的器物，一定要多带一些，以免慌乱。
是啊，公子，这些都是夫人的心意，一带的权限，他也好少些牵挂。母亲，您对儿子真好。终归还是个孩子。母亲，您千万别对儿子这么好，不然的话，我都不想走了。是啊，一想到你要离开，虽还未启程，母亲这心里也难受。母亲，您千万别难过，儿子这次去新田办完差事，就尽快回来。冲儿，你这次出门在外，一定要处处小心啊！国政大事，母亲不懂，不能提点你什么。若是有什么难决之处呢，你就要多跟赵贤士商议。赵氏一门素来仁义，与你外公交情莫逆，信得过他。母亲，冲儿知道了。你这次去新田，那里灾情严峻，事情能办妥了就最好，但是万万不可逞能。记住，自己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啊！母亲，您就放心吧。我呢，又不是在深宫中骄阳长大的，咱们敌国草原生长的男儿，没有那么娇惯的。哎，对了，母亲，今天我在宫中看见申生大哥和夷吾三弟了。这个申生嘛，看上去斯斯文文的，看来挺好相处的。这个夷吾，我到时候找机会必须收拾他一下。这样才好相处。啊，原来你们兄弟已经相见了。啊，对，兄弟相亲那是最好的，但是母亲疏忽了呀。冲儿，你回来还没有见到君夫人吧？君夫人？我见她干嘛？公子，君夫人是国君的正式原配，是进宫的主母，论至。公子理当晨婚定型。啊，这晨婚定型我还是知道的，不就是说为人子女，早起要给父母请安，夜间要服侍他们就寝吗？我的生母我可以这样做，可是这君夫人，她又不是我的生身母亲，我干嘛要跟她晨婚定型啊？冲儿，这便是宫里的规矩。依礼呢，君夫人是你的嫡母，你是要跟她请礼的。只是呢，你刚刚回来，母亲的身体又不好，国君对我们才没有要求。但是现在你马上要启程了，安志是要跟他请辞的，不然不然一定会说母亲失教，儿子隐瞒无礼了。放心吧，母亲，儿子一定会去的。啊，重耳拜见君夫人。祝君夫人玉体安康。免礼，赐座。重耳回晋国之路如此周折，我要是早知道，我一定会奏请国君多派人马，保你平安归来。多谢嫡母好意。重耳再次拜别，明日一早，重耳就要赶赴新田，就不再来请安了。请嫡母多加保重。等一下，听说今天你在马场相中了一匹原属于申生的好马，可有此事？重耳选马之时，那匹马还未有归属。归属？有些东西。不是要记在账册上才是有归属，也不用别人明说，它是归属于谁。重耳，嫡母今天是好言相劝，提醒一下，如果你下次再抢夺长公子所好，就别怪嫡母绝不相容。你记住了？重耳告辞。